那从一个文学艺术的这个本质的角度来说，我们也的确不应该把一部一部虚构的创作的作品，去跟任何一个现实的特定对象画上等号。那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反对自传派的原因，为什么我们要反对所谓的索引派的原因哦。就是说，索引派是这样的写法，自传派的一个主张是说，贾府写的就是曹家的故事，好，所以就是曹雪芹的自传，所以他们就会从曹雪芹的家世背景跟他们家族的各种事件来解释《红楼梦》的情节。我觉得这是不对的啊，因为他固然可以从那边取材，可是他作为一个虚构的小说，他一定调动了许多，那么要让这部小说成为一个杰作的相关的艺术技巧，而且作者还有他整体的一个审美的这个想象。他所有的情节都必须要统一在这样的一个视野底下去进行，所以事实上他不可能完全去按照一个什么现实的蓝本来书写。那当然呢，索引派也也同样是一样的一个思路啊。索引派只是说这部小说写的不是曹家，但是他写的是什么纳兰明珠家，有没有哈？那个就是康熙的那个一个宰相，然后又是说他又是谁谁谁的那个家族的叙事，那这一种呢，就是所谓索引派的主张哦，那也开始在里面找很多证据来证明这是谁谁家的故事。那么这些我们都不赞同，好，所以我们根本不从任何一家里面的具体人物、特定对象来作为《红楼梦》的一个对应的一个直接对象，好。但是有一点很重要，就是《红楼梦》它确实是在一个非常特殊到几乎很少人有这个体验的那个阶级跟环境，所产生。它事实上呢，不能用我们一般的那个事情常态去理解。那么所以呢，根据这一点来讲，我就要根据我们所看到的种种迹象，然后呢，我们真的发现。它确实反映的呢是有一些现实的基础，可是这个现实的基础，我说过，我们不针对个别的对象去找对应，不然就会落入到自传派跟索引派的那个思路。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我们要做的是，好，从它所对应的那个特殊的阶级所反映出来的阶级特性来看。这样懂意思吗？所以我不管你是谁家，可是从《红楼梦》里面来看，它反映的那个所谓大家规模，到底可以从什么历史的现实中，它的哪一些特性是有这种阶级的那个意味的？我们呢就借由那样的一个历史的研究来帮助我们认识《红楼梦》，所以这是帮助，但是绝对不画上等号。我希望我下面做的工作是你们可以体会的哦，就是说。它绝对不是完全写实，但是它确实是根据很多那个时代的制度、风气，还有他们的意识形态等等，然后呢，这才建构整个小说的续写。那么这样的一个做法的原理在于说，我们所阅读的对象，假如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场合、一个特殊的阶级、特殊的时代，我们事实上就要先了解那个阶级跟时代。好比说，你如果写的是一个酒店的故事，你是不是应该先了解一下酒店是怎么运作的嘛？然后你才能够了解人家写的到底得不得当跟精彩在哪里。那你如果要看的一部小说是写矿工的故事，那你是不是得知道矿工的生活到底怎么回事，对不对？我的意思是，纯粹是就这个通性上面来讲究所谓的特定阶级的一种特性。好，这个是我希望你们了解的。好，所以我们以下所说，请注意，都是历史的实录。但是这个历史的实录，我之所以引述它，主要是来帮助我们认识曹雪芹所写的这个他这位世家公子所写的大家族的风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好，这个是我要做的事情。所以呢，下面我们会常常引述到一位真正的贵族哦，他所写的这一种皇族世界的一些。很具体，而跟我们呢，我们无知的情况底下完全不会知道的那些内容哦。那等一下会再介绍它，现在我先说明一下哦。那么他们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在清朝，好，所谓的大家是什么？我们在支批里面一直反复看到这个词，那甚至《红楼梦》里面也有哦。贾母啊，他们也偶尔也会提到这个词哦。那你要知道，这个大家不是一般的大家庭。
绝对不是一般的大家庭。请注意，它在清朝呢，一般指的是王府世家和内务府，所以大家是一个特定的名词。那它的等级绝对不是说啊，你在乡下拥有很多田产，然后呢是当地的士绅，好，或者是那个一方之霸的那一种权威。才不是那样，那个根本谈不上大家。那个你家再有钱，你家规模再大，不可以称为大家的。所以这种大家就是要王府。你要注意，王府呢，我们等一下会特别谈到哦。那真的不是普通的荣华富贵啊。然后像所谓的世家也不用讲了。那内务府你们知道，内务府是那个清朝这个皇宫，他们呢就是在。掌管那个皇宫事务的那个叫做内务府，所以你知道这个等级绝对不是一般你想象中的荣华富贵哦，尤其我们又没经过荣华富贵，对不对？所以所想的荣华富贵更差了好几层。那结果我们都在想当然尔哦，所以请各位注意一下，好，这个是王府等级，好，那所以这个大家非比寻常。然后呢，他的阶级之显贵，我必须告诉你们，根本就是天皇贵胄。就是天皇贵胄，等一下你们会清楚的看到哦。告诉你们啦，如果照曹雪芹所写的这样子的贾府哦，你真的要用现实世界去对应的话，贾府不能姓贾，他会姓爱新觉罗的，真的。我们等一下看一下，所以它当然不是现实的对应，所以我刚刚说了，可是它确实反映了那个皇族的共通性，好，所以我想我们是从这个角度来，借由历史的描述，然后增进我们对《红楼梦》所要表达的那个特定的一个环境的种种现象哦。好，所以因此他们当然跟皇室那么密切交涉。不要说元春是不是进宫去封妃，你们知道吗？怎样的人才有资格进宫去啊？你以为是你平民家只要长得很漂亮，然后地方官把你这个奏报上去，你就可以飞上枝头做凤凰啊？才不是！在清朝，你要能够进宫去，你本身就是要非常尊贵的家族，好，才能够到宫中去选秀女，然后才有资格去封妃。所以我常常看到一些文章啊，写起贾府来，我觉得都是穷酸气，你们知道吗？例如写说，哎呀，贾家就是仰赖有一个女儿当了皇妃，才能够这样子的荣华富贵，这很可笑的。好，第一个，第二个说贾家呢是靠着贾政好的那一份那个官银官俸才能够勉强支撑，所以才一副这种那个下士的光景。你知道这些看起来知批一定会说装农进京，好。我们这种家庭还要靠贾政的那个当官的俸银呐，这真的是笑话了，知道吗？好，所以我后来我跟你们一样哦，我根本不是这个家族出身哦。那所以刚开始读到知批的这些用语，老实说，我们的很本能的反应，一种是视而不见，对不对？因为呢跟我实在是不能理解的东西嘛，哦。可是还有另外一种，你开始注意到怎么这么多都是大家，而且批者充满自豪，而且一直告诉你说你不要搞错，我们家是这种家庭哦。哎，你慢慢发现他这个态势很强悍的时候，我们开始有点反感，知道吗？哪一种大家哈，还不是败没了嘛，对不对？哈，落得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嘛，这是我们这种平民出身的人很常见的反应哦。但是真的，我们要了解人家，真的就要进入到他的生命史。要进入到他的灵魂里面去，当然这恐怕是不可能，但是慢慢逼近嘛，这是我们做一个研究者该做的工作。好啦，所以呢，我慢慢接受他告诉我们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的时候，那老实说，我为了了解他，所以我必须认同他，知道吗？好，你如果就不认同他，你就不要研究他嘛，研究他不是为了在骂他的，知道哈？这种研究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呢，慢慢的我感觉到说，哈，这种论文又是知批会说装农进京的哈，我就开始哇，糟糕了，我被同化了哈。那可是你必须要这样子，你才能够了解到底他写的是什么，好，那你才能做出对他们的很多行为跟思想才能够做正确的判断。